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习近平他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之内，就是未来的这段时间，他会确定要做的几件事情。首先，第一件呢，就是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习近平他现在达成连任呢，基本是没有什么悬念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预见，就是在习近平他当前所做的这种政策的一个整体的，他不是在左转嘛，他甚至会越来越走向极左的这种趋势。这个大的趋势不会变，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他会局部的，有时候他根据情况，是吧？比如说反对的这种声音太大了，他可能会稍微的调整一下，或者是做样子。但是呢，大的这种在一个相当我们可以预见，至少在他下面这个任期10年，未来这个10年任期之内，这个越来越左的走向极左这个趋势它是不会变的，他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走。第二个就是他肯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习近平他自己都已经公开说了。要么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如果说要是快一点的话，是在他的就是下一个任期之内，他要就是所谓的收复台湾，也就是要武力攻台。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谁都非常清楚，是吧？就是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所谓的达成两岸的统一，这种可能性基本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是习近平他要做的第二件事情，他要在他的下一个任期之内，或者说是就是快的话，他会要达到武力攻台。那么他就会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看来，他最高的风险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的5年。也就是说，主要就是这个跟美国总统有关系了，是吧？我们大家都看到这次拜登啊，他在这个阿富汗撤军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完全是没有一个计划，也没有这种能力，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这么一个失败。那么这样一来，其实甚至包括连美国的盟友很多都会认为，拜登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最无能、最软弱的一个美国总统，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对习近平来说，他其实可能会产生一个作用，就是会刺激他，会鼓励他，就是会让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他经常所说的那个叫做战略机遇期。尤其是在现在，他们可能综合衡量，是吧？一方面的这个疫情，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一直居高不下，是吧？这个疫情呢，它可以说是重创了美国的国力，同时又遇上了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最软弱无能的这么一个总统，再加上这个现在的美国的所谓这些盟友吧，尤其是这次阿富汗事件以后，都表现出了对美国的一种有一些离心力在里面的。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他可能认为，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他最好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吧，是确定了习近平他就是要武力攻台，这个是习近平他认为他在有生之年的一个他必须要拿到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是他已经明确的在19大就提出来的，这个是他第二件确定要做的事情。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他现在是越来越非常不掩饰的，毫不掩饰的，就是把自己想要取代美国，要重置整个世界秩序的这种格局，这个所谓的斗争，刚才你提到的，他要把它进行到底了。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习近平他其实现在他想要打一场非常规的世界大战。这种世界大战呢，它和以前不太一样，是吧？以前都是明刀明枪的，就是炮火连天。他现在呢是打一种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那种超限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其实就是要让整个大陆逐渐的进入到一种准战时的这种轨道。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他在各方面是吧？这个在收紧啊，在舆论啊，在这个经济啊，尤其是对经济的产业，他是有意识进行一种，甚至是不惜是自伤自残式的这种调整。他为什么这么多的动作？我觉得这背后最主要凸显出来就是他宁可现在受一些损失，他要尽快的把整个这个国家转入到一种相当于是战时的这样严格管制的这个轨道上面去。他要为将来一旦他武力攻台，他必然就会遭遇到全世界最严厉的制裁和封杀，那么他就不得不进入到全面的就是完全闭关锁国的内循环的这么一种状态中去。他现在在为这种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个是我觉得他要做的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讲话里面毫不掩饰，他已经说了，我们现在这个太平日子呢就不要再想了，接下来大家要做好这种斗争的准备。他在说什么？其实我看来，他实质上是等于宣布说，这个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或者说是叫做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的这种时代，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是吧？资产阶级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起，习近平他要把整个社会逐步的要转入到全面的政治专政的这种时代。这种时代就是刚才就是洪林兄你提到的，可能叫做
大家把它叫做在毛化，就是它表现出来越来越倾向于怎么好像是要回到毛泽东那种时代。其实我觉得他在这种趋势上面，因为他往极左在走嘛，会让大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他呢，他这种专政啊，他所希望的专政呢，他还不同于毛泽东这个文革之中那种大规模的失去了秩序的这种，就是整个社会的大面积的这种动乱，他不想要这种模式。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就是由他这个当政者可以严格所控制的精准打击式的这种专政。它是这种，也就是说，最终其实要进入到一个比较超大号的像朝鲜这样的一种模式了。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现在是一种什么模式呢？朝鲜从某种程度上讲，它确实有点像文革，就是它最高领导人是吧？这个党魁他享有一种绝对一尊的绝对是一言九鼎的，没有任何人敢反对的这种独裁的模式。但是呢，朝鲜呢，它又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像文革那样的这种社会的动乱。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习近平他比较向往的，他非常想自己能够达到就像金三胖一样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呢，整个社会又牢牢的都控制在他的手上，不至于说出现像毛泽东当年这样的整个社会全乱套，是吧？政府都几乎是处于瘫痪的这么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在有序的这种控制之下，所以这种文革，我把它叫做就是一种柔性文革了。就是说，习近平，我们可以说他其实的确是在有点像复制这种在毛化，就是像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去进行一个演变。但是呢，这种文革呢，它是一种可控的，一种渐进式的柔性文革，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就是习近平式的文革，对。